美国要直接进伊朗抢核材料，高风险行动曝光。特朗普、伊朗提出停火，但荷姆兹海峡仍是关键。库皮扬斯克到底谁在控制？最新战报曝光，强化下阻中共。日本强化长城打击能力。阿联酋禁止伊朗人入境与转机。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美国政府正谨慎评估一项针对伊朗的高风险特种作战方案。据《华盛顿邮报》援引2名知情人士透露，该计划的核心目标是夺取伊朗境内约1000磅的高浓缩铀。据称，美军已将该行动方案呈报总统特朗普，内容包括动用运输机将核材料从伊朗境内运出。消息人士表示，这项计划在过去1周已向特朗普进行详细简报，其中全面评估了行动可能带来的重大风险。美方军事专家指出，这将可能成为历史上规模最大、复杂度最高的特种作战之一，需要动员数百名士兵及大量重型装备，并可能持续数周时间，在伊朗纵深地区战火密集的环境中执行。这一设想与美国长期以来限制伊朗核能力的政策方向一致，但多位专家警告，任务本身难度极高。一名前国防官员指出，若地面部队执行任务，可能必须短暂占领核设施所在区域，同时面临伊朗防空系统、火炮、导弹以及无人机的多重威胁。曾任国防部副助理部长的米克·马尔罗伊也表示，这类行动风险极高，对参战部队构成严峻挑战。报道还提到，特朗普近期曾呼吁公众关注福斯新闻节目，节目主持人马克·莱文建议美国部署高度专业化的地面部队，以夺取伊朗的铀储备。白宫发言人卡罗琳·莱维特则强调，五角大楼向总统提供军事选项属于常规流程，并不意味着总统已经做出最终决策。目前，美国已向伊朗提出一项包含15项内容的停火方案，其中明确要求德黑兰放弃高浓缩铀储备，但伊朗方面已拒绝该提议，仅表示愿意考虑降低部分浓缩铀的纯度。根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数据，伊朗目前拥有约970磅浓缩至60%的铀，其中超过一半储存在伊斯法罕的地下核设施，其余则分布于纳坦兹等多个地点。专家分析认为，若要获取这些地下储存的核材料，必须先突破厚重的混凝土结构以及铅防护层，随后再通过空运方式转移核材料。整个行动周期可能从数周延长至数月。曾任中央司令部司令的退役将军约瑟夫·沃特尔表示，理想情况下，应在停火后由国际原子能机构协助完成核材料的回收，但如果必须在战时执行，虽然技术上可行，但风险极高。此外，该行动在后勤方面也极为复杂，包括建立安全防御圈、运输大型设备、保障食物与水源供应，以及安排核专家现场评估辐射风险。执行任务的部队可能来自三角洲部队或海豹突击队，需配备专门的防护装备和探测设备，以安全处理放射性物质。而在撤离阶段，部队还需穿越敌方控制空域，同样面临巨大风险。与此同时，美军已在中央司令部辖区内持续调动兵力。例如，美国空军 C-17A 环球霸王3运输机正搭载第82空降师士兵前往中东，为可能展开的地面行动做准备。在美伊紧张局势尚未缓解的背景下，美国空军近期也显著加强了在中东地区的部署。据社交平台 X 上的消息显示，多架 A-10雷霆2攻击机已抵达英国进行中途停留，随后将继续飞往中东执行任务。相关影像与信息显示，至少有18架来自美国本土的 A-10已完成这一阶段部署。此外，有报道称，五角大楼计划将该型攻击机在中东的数量扩大1倍，从当前的12架增加至约30架，以强化地区威慑能力。与此同时，美军也在扩大对相关空域的控制，使 B-52战略轰炸机能够飞越伊朗上空执行任务，显示其军事战略正在发生调整。另有消息指出，美国还计划向中东部署新型 EA-37B 罗盘呼叫电子战飞机。该机型于2024年正式服役，性能较前代 EC
130H 大幅提升，具备干扰敌方通信、压制防空系统、阻断 GPS 信号以及支援情报与目标指引等多种能力。资料显示 ，EA-37B 以 Gulfstream G550 公务机为平台，配备2名飞行员和7名电子战操作人员，最大航程约为12000公里，能够在高空实施远程电磁打击任务。目前已有迹象表明，这些飞机已抵达英国，并准备进一步转往中东部署。此外，还有消息称，美国密歇根州空中国民兵第107战斗机中队的12架 A-10C 攻击机已从西罕布希尔州皮斯空军基地起飞，前往中东执行临时部署任务，以支援名为实施狂怒行动的军事行动。该行动目标直指打击伊朗，甚至不排除未来可能展开地面入侵。在海上方面，美军也在加强力量部署。据消息称，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乔治 H.W. 布希号已从诺福克启程前往中东，预计将接替此前在东地中海受损的福特号航母，以维持美国在该地区的航母作战能力。特朗普总统于4月1日表示，美国在伊朗的军事行动目标接近完成，并强调绝不会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在当晚的电视讲话中，他表示，美军正按计划推进行动，包括摧毁伊朗的海军、空军、防务工业体系以及指挥控制网络。他还称，在未来2到3周内，美军将发动更为猛烈的打击。特朗普指出，美国原本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核问题，但伊朗方面拒绝合作，这促使他在去年6月下令实施代号为午夜之锤的行动，对伊朗核设施进行打击。他还表示，伊朗随后试图在其他地点重建核计划，显示其并无放弃核武发展的意图。此外，他还指责伊朗正在迅速扩展其弹道导弹能力，并可能具备打击美国本土及欧洲的能力。特朗普强调，伊朗政权长期以来对美国与以色列持敌对态度，并对国内民众实施压制。他认为，如果让这样的政权拥有核武器，将对全球构成严重威胁。美军通报称，自实施狂怒行动启动以来，已对超过12300个目标实施打击，并摧毁或损坏超过155艘伊朗船只。与此同时，以色列国防军也宣布对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目标展开新一轮打击，包括军事基地及导弹储存设施。以色列方面表示，这些行动旨在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并逐步消除其对以色列构成的威胁。声明指出，伊朗持续支持其在地区内的代理武装力量，这些行为不仅威胁以色列安全，也对整个中东乃至全球稳定构成风险。伊朗总统马苏德·佩泽西希扬则表示，该国当前处于自卫状态，并批评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认为这加剧了地区紧张局势。在中东战火持续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1日表示，伊朗总统裴泽斯基安已正式向美方提出停火请求。特朗普评价裴泽斯基安比前任聪明且不极端，但同时强调，除非关键石油通道荷姆兹海峡完全恢复自由通航，否则美军将继续猛烈打击，直至让伊朗回到石器时代。特朗普在其社交平台真实社群上表示，裴泽斯基安与过去激进派领导人不同，具备更高智慧且较不极端。他指出，伊朗在持续战斗中已承受重大伤亡，迫切寻求停火以保障国家存续，因此向美方递交了停火橄榄枝。对于伊朗的求和，特朗普明确表示，美方目前仍处于考虑阶段，唯一先决条件是荷姆兹海峡必须实现完全开放、自由且清空。特朗普再次警告称，若伊朗不配合，美军将继续进行毁灭性打击，直至其国力退回石器时代。此外，特朗普向路透社透露，美国很快可能从伊朗战事中撤离，但若必要，也可能对伊朗进行定点打击。2026年4月2日是俄乌战争第1499天，过去24小时，俄乌战场动态显示，4月1日，乌克兰战场整体变化不大。关于库皮扬斯克，俄国防部宣称该市区已无俄军存在，但乌军方予以否认。乌军表示，目前仍有约20名俄军残余部队藏身于医院废墟之下，依靠无人机补给维持生存。
由于这些俄军已不具威胁，乌军暂未予以歼灭。利曼方向战况平稳，仅发生6起小规模冲突。乌军在南翼扬波尔方向拓宽桥头堡，以稳固前沿阵地。康斯坦丁诺夫卡方向交火频繁，共计21次。俄军给自己设定的最后攻克期限为4月25日，但乌地11军团发言人德米特里·扎波罗热茨称此为天方夜谭，并表示，即便俄军全力进攻，也最早可能要到10月才会有进展。在斯洛维扬斯克地区，乌军第81独立旅通报称，已成功击退自年初以来俄军最大规模摩托化进攻。俄军动用了16辆摩托车，分组尝试突破乌军阵地，但在无人机远程打击下全部被歼灭。该市目前仍有约2700名居民，包括儿童，同时天然气和水电供应中断。波克罗夫斯克地区交火仍然激烈。乌军总司令谢尔斯基将军视察前线后表示，4月1日，该地区共发生57次战斗。乌军东方集团军发言人格里戈里·沙波瓦尔指出，波克罗夫斯克和米尔诺格勒部分地区仍在乌军控制之下，占领军未能完全掌控这些区域。空降第7军在2座城市内驻守，并建立了完善的后勤体系。部分区域处于灰色地带，敌军被拖入僵持状态。此外，乌军115独立机械化旅4月1日投入重装部队，从西北向东南方向的赫里西发动反攻。流出视频显示，乌军使用豹2坦克击溃俄军第22旅，成功收复突出部。波克罗夫斯克西侧，乌军第425突击旅已推进至灰色地带，与俄军第15摩步旅形成对峙。扎波罗热方向战线延伸至库班以西。4月1日，俄军未发起攻势，乌军也在进行战斗休整。胡里亚波尔地区互有攻防，呈焦灼状态，仅发生10起小规模冲突。总体来看，乌军在多个前线维持坚韧防御，并在部分区域发起反攻，俄军推进受限，局势依旧焦灼。此外，近日乌克兰加大对俄罗斯境内目标的打击力度。据乌克兰方面通报，仅过去数日，乌克兰已出动超过100架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多个地区、克里米亚以及乌东战区。对此，俄罗斯国防部称已击落147架乌克兰无人机。克里米亚多地遭到乌克兰无人机袭击，赫尔松和扎波罗热部分地区发生停电，具体损失仍在进一步确认中。在远程打击行动中，乌克兰无人机成功袭击位于俄罗斯乌法的80石油炼油厂，损坏了 AVT-5装置。该炼油厂距离乌克兰超过1300公里，并且此前已多次成为乌克兰无人机打击目标。乌克兰还对顿涅茨克瓦西里夫卡的俄军无人机部队基地发起导弹袭击。与此同时，乌军袭击了俄罗斯布良斯克的斯特雷拉工厂，并确认造成损失。此外，乌军还针对扎利兹尼奇内多林卡的俄军无人机控制点，以及乌斯佩尼夫卡的俄军指挥所和周边集结地展开打击。在港口及防空设施方面，俄罗斯乌斯季卢加港口连续遭受乌克兰无人机袭击，引发的大火已被扑灭。3月31日，乌克兰无人系统部队在卢甘斯克摧毁俄军一部 9S-19伊姆比尔雷达，并在顿涅茨克击中一部道尔 M2 防空系统。除此之外 ，S-300V 雷达、奥萨防空系统、道尔 M2 防空导弹系统、极舰10防空系统也遭到乌克兰打击并被摧毁。在国际支持方面，4月1日，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宣布，欧盟将从冻结的俄罗斯资产中获得的14亿欧元收益转移给乌克兰，用以增强其国家防御能力与社会保障体系。冯德莱恩表示，这14亿欧元将用于最需要的地方，维持乌克兰国家运转，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并支持勇敢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我们对乌克兰胜利与自由的承诺坚定不移。同日，乌克兰总理斯维里登科通报，乌克兰已从日本获得近13亿美元援助资金，这笔资金来自世界银行的乌克兰和平项目，已纳入国家预算一般基金，用于社会支出。此资金属于拜登时期设立的七国集团 ERA 计划下的援助承诺。七国集团承诺向乌克兰提供500亿美元援助，实际援助金额已超过600亿美元。自2022年2月以来，日本已向乌克兰提供超过107亿美元的预算支持，其中超过27亿美元以赠款形式提供。此外，4月1日，
爱尔兰宣布将向乌克兰额外拨款4030万欧元，用于人道主义援助，使爱尔兰2026年全年对乌克兰的人道主义援助总额达到6500万欧元，为过去4年来最高水平。日本政府与执政自民党近期已开始评估引进具备长程攻击能力的无人机，用于自卫队作战。计划通过将无人机与可在敌方射程外打击舰艇或目标的长程飞弹搭配使用，提高反击效率，以强化对中国等国的威慑力。读卖新闻4月1日报道，多名政府及执政党相关人士透露，这一方针预计将纳入今年内修订的防卫力整备计划等3份安全保障文件。报道指出，此举是在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及美国、以色列与伊朗之间军事冲突的背景下提出，旨在应对新形态战争。通过无人机与长程飞弹并用，日本可建立难以拦截的复合攻击能力，使敌方防御更具挑战性。目前，日本陆上自卫队在熊本县建军驻屯地部署了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25式陆基反舰飞弹，并向美国采购了射程超过1600公里的战斧巡航导弹。引进成本低、易于批量采购的攻击型无人机，将进一步提升自卫队的长期作战与续战能力。评估方案显示，引进无人机的续航距离将设定在1000公里以上，自杀式攻击无人机可能性最大。同时，也在考虑可由战机或潜舰发射的机型，以及具备水面或水下作战能力的无人机，以拓宽反击手段与范围。全球范围内，具备长程攻击能力的无人机正逐步成为各国军事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在对伊朗的作战中使用了续航距离超过1000公里的 Lucas 低成本无人作战攻击系统无人机，伊朗则使用国产见证者 Shahed 无人机。俄罗斯也以见证者为原型，结合导弹，对乌克兰实施复合打击。据美联社报道，为回应美国与以色列近期的空袭行动，伊朗近日对中东邻国展开大范围报复性攻击，其中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联酋成为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阿联酋政府于3月31日下令禁止伊朗公民入境及经境内机场转机，措施即刻生效。阿联境内3大航空公司随后于4月1日发布公告落实禁令，部分在阿联境内的伊朗人更接获通知，需在30天内离境。公告显示，阿联酋航空、阿提哈德航空及国营联航 Fly Dubai 禁止所有持伊朗护照的旅客经迪拜国际机场入境或转机，包括持有有效居留、访客及观光签证者在内。美联社指出，阿联由7个酋长国组成，以往入境规定存在一定不透明性，但此次禁令已明确刊登在各航空公司官网。公告中明确提到，持有阿联黄金签证10年期居留证的外籍人士仍可入境。至今，阿联政府尚未就此措施发布官方声明或作出公开说明。以色列媒体 Ynet 报道，部分仍在阿联境内的伊朗人已收到官方通知，必须在30天内离开该国。土耳其日报指出，迪拜长期以来是伊朗对外贸易与转运的重要枢纽，不少伊朗侨民及投资者借此在当地房地产和中小企业中布局资金与资产。总部位于伦敦的伊朗反对派媒体伊朗国际援引伊朗商会成员沙里亚提 Ali Shariati 表示，阿联已取消部分在境外的伊朗居民居留资格，并通知仍在境内的部分人士限期离境。受影响者多通过购房、投资或设立公司获得居留身份，如今面临无法返回阿联、资产与房产难以处理的困境。沙里亚提指出，阿联官方使用取消居留资格而非禁止入境或没收，造成许多人陷入法律地位不明的灰色地带。他还表示，这波措施的影响可能不仅限于持伊朗护照者，出生于伊朗但持其他国籍护照的人也可能受到波及。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